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最近内娱的风向有点意思，一边是流量明星片酬被压，市场降温，一边却有人逆势上涨。就在这样的环境里，谭松韵再次成为焦点。据业内消息，她将挑大梁出演年代剧《启然》，资源配置堪称90后小花中的断层级。更引发讨论的是，她单部戏片酬达到千万级别，但无论导演还是投资方，居然都表现出高度认可，甚至抢着要。问题来了，在一个人人喊降本增效的行业里，为什么谭松韵反而越涨越稳？这背后远不只是演技好这么简单。在很多观众的认知里，千万片酬几乎等同于高风险，因为过去几年太多演员用实力证明了一件事贵不代表值，但谭松韵偏偏成了反例。以此前拍摄《逍遥》为例，他的片酬达到1000万，甚至高于搭档侯明昊。然而从投资方反馈来看，这笔钱给的异常干脆。业内制片人曾在访谈中提到，我们最怕的不是贵，而是不确定。谭松韵的价值在于它几乎没有不确定性。双引号，这种确定性具体体现在哪？拍摄周期稳定，不拖进度；表演完成度高，减少补拍成本；情绪稳定，不产生额外沟通成本；无负面舆情风险，降低宣发压力。换句话说，它不是在消耗预算，而是在帮剧组省钱。这就有点像你买东西，有的人便宜但3天坏一次，有的人贵一点但能用5年。资方又不是傻子。如果说稳定性是基础，那谭松韵真正拉开差距的是他的工作方式。据多位合作导演透露，他在进组前会完成一整套极其细致的角色准备，剧本逐字标注，人物关系图拆解，情绪曲线梳理，台词语气设计。有工作人员形容他的剧本像被考研党用过一样。双引号，这不是夸张，而是职业习惯。导演陈畅在采访中提到，他基本属于开机级状态，不需要太多磨合。导演柏山也评价他的理解力和执行力让现场效率非常高。双引号，在一个时间就是金钱的行业，这种能力的价值其实远高于所谓流量带动。针对这一现象，多位业内人士给出了更系统的分析。制片人观点：风险控制优先。资深制片人李某表示，现在投资逻辑变了，从赌爆款变成控风险。谭松韵这种演员属于低波动高回报类型。双引号，简单说就是不一定次次爆，但基本不会翻车。数据分析师观点：他是长尾型收益演员。影视数据分析师指出，他主演作品平均口碑稳定在中上水平，长尾播放表现优于同类型演员，观众复看率较高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的作品不是开播即巅峰，而是越播越值钱。导演视角，创作自由度更高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导演直言，用他最大的好处是不用花精力管人，可以专心拍戏。双引号，听起来像在骂别人，但你自己体会。把谭松韵放在90后小花里对比，就更明显了。当前行业普遍存在几个问题：过度依赖流量，忽视角色塑造；频繁压戏，导致状态不稳定；争番位，改剧本，影响制作节奏；负面新闻频发，增加舆情风险。而它基本反着来，不靠流量炒作，接戏节奏相对克制，专注角色本身，几乎零负面记录。这种反内娱操作在当下反而成了稀缺资源。说到底，演员是要面对观众的。谭松韵的优势
在于他有一种很特别的观众信任感，观众会默认他选的剧不会太离谱，他的角色至少能看，剧情再烂他也不会拖后腿。这种信任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，而不是靠热搜堆出来的。娱乐圈最不缺的是翻车，而谭松韵出道至今几乎没有实质性负面新闻，这本身就是一种能力。公关专家分析认为，零负面不是运气，是长期自我管理的结果。双引号，包括私生活低调，社交表达谨慎，工作态度稳定。听起来很普通，但在这个行业能做到的人不多。网友评论，真实反馈比任何数据都狠。关于他的片酬问题，网上的讨论其实挺统一的。他拿1000万我不心疼，某些人拿500万我都觉得浪费。双引号，至少他演的剧我愿意点开。双引号，他不一定最惊艳，但很少让人失望。双引号，内娱要是多几个这样的演员，观众也不至于天天骂。双引号，还有更直接的，这钱花他身上比烧宣发靠谱。双引号，你看，人话有时候比行业报告更准。总结下来，谭松韵的高片酬其实不是溢价，而是价值回归。他提供的是一整套综合能力，稳定输出，高效执行，低风险，可持续口碑。在一个逐渐理性的市场环境里，这种类型的演员只会越来越吃香。如果按现在的发展路径，他可能会走向2个方向：正剧领域深耕，提升奖项竞争力，进一步巩固专业地位；精品剧路线，控制产量，提高单部作品影响力。无论哪条路，都比流量内卷要聪明得多。很多人看完谭松韵的案例，会下意识得出一个结论：那大家都学他不就行了？双引号，听着很合理，但现实是学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路径本质上不是策略选择，而是长期人格加职业习惯的结果。业内经纪人曾分析过一类演员模型：流量型，靠曝光换资源；资本型，靠关系拿项目；作品型，靠履历滚雪球；职业型，靠稳定性建立信任。谭松韵属于第4种，而且是少见的纯职业型演员。这种类型的门槛在于，需要长期自律，而不是阶段性努力；需要接受慢热，而不是追求短期爆发；需要放弃部分曝光红利。说白了，这种路子不刺激、不爽，不适合大多数人。所以你会看到，大家都在喊要踏实拍戏，但真正做到的没几个。如果把时间往前推5年，谭松韵这种演员未必能拿到现在的资源。那时候的市场逻辑是流量一切，但现在情况明显变了，平台策略转变，长视频平台逐渐从抢用户转向控成本，开始强调 ROI 投资回报率、完播率、用户留存，而这些指标恰恰更依赖内容质量，而不是单纯流量。广告主更理性，品牌方也不傻，几次投流翻车之后，开始更看重演员口碑、舆情安全、长期合作价值。一个随时可能塌房的艺人，再火也不敢碰。政策与行业规范收紧，片酬限制、阴阳合同整顿之后，高片酬本身就被严格审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值不值比红不红更重要。而谭松韵刚好卡在这个新规则的最优解上。有意思的一点是，谭松韵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爆款制造机，他没有那种动辄现象级刷屏的作品，但他有一种更稳定的曲线，少有口碑崩盘，多数作品处于中上水平，偶尔出现小爆。数据团队把这种曲线称为低波动高均值模型。
听起来很无聊，但在投资领域，这是最受欢迎的类型。就像基金，你是愿意要一个天天大起大落的，还是一个稳稳上涨的？别装，答案很现实。很多人只聊演技，却忽略了一个现实问题：演员的市场适配脸。谭松韵的外形有几个很微妙的优势：年龄模糊感强，可演学生，也能演职场；亲和力高，观众接受门槛低；攻击性弱，适合大众题材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它可以覆盖更广的剧种，青春剧、都市剧、年代剧，甚至正剧也能尝试。而很多演员一张脸就被类型锁死了，这不是审美问题，是商业适配问题。娱乐圈有2套评价系统：对外的热搜、数据、奖项，对内的剧组口碑。后者才是真正决定资源流向的东西。据业内助理导演透露，剧组内部会私下给演员打标签，比如难搞型、效率低、情绪不稳定、可复用。而谭松韵长期被归类为高优先级复用演员，这种标签一旦形成，就会产生连锁反应。一个导演推荐另一个导演使用，形成行业共识，最后就变成你现在看到的大家都抢。这部分不点名，不然你发不出去。但逻辑很简单，有些演员看起来更火，粉丝更多，热搜更猛，但资方反而谨慎。原因通常是拍摄不稳定，团队干预过多，舆情风险高，成本不可控。这种情况下，哪怕片酬更低，资方也未必愿意用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荒诞的现象：越热的人，有时候越难合作。别把它神化成一路开挂，走这种稳扎稳打路线是有代价的，少了很多短期爆红机会。商业代言节奏相对慢，话题曝光不占优势。换句话说，它不是没能力红，而是没选择那条路。这种选择本身就已经筛掉一大批人了。结语：为什么大家都抢着要它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它让人放心。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行业里，放心本身就是最贵的东西。所以这1000万不是贵，而是刚刚好。互动讨论：在你看来，演员片酬更应该取决于流量，还是专业能力？谭松韵这种稳扎稳打型演员，会不会成为未来主流？如果你是投资方，你会更愿意选择高流量演员，还是高稳定演员？内娱是否应该建立更透明的片酬评估体系？除了谭松韵，你还觉得谁属于高性价比演员？